事吧？阿如，怎么了？西瓜，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在这儿？聂远，你认识他？西瓜，我刚刚把东西搬去会场，但是箱子太高挡住我视线了，我一直在喊让一下，让一下。 结果还是跟人撞上了，不过我确实是已经停住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来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聂远说的没错，你真的很会狡辩。我们本来也懒得和你计较了，你们也赔不起。但是你一直推卸责任，真的很恶心人。大可不必这么快下定论，谁推卸责任，谁恶心人，还说不准呢。 不妨问酒店调下监控吧。如果真的是我们责任，我们肯定道歉加赔偿；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也麻烦你们道歉赔偿。调监控要多久啊？你这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时间多宝贵。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可能是你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你哪里冒出来的？哎，罗克，算了，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去大动干戈的。还有你这个衣服破了。 挺有风格的，就算了吧。啊？是吗？是啊，直接变成颓废朋克风。行。既然我们赵二公子都放话了，那我就放你们一马。你给老子道个歉，态度好点，不要找借口。我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不要等着赔我几万块钱的衣服钱哦。几万？ 不行，我觉得还是调一下监控，明确一下责任吧。西瓜，算了，他那个衣服好几万呢。不要了。还是算了吧，我感觉，也许真的是他自己摔的。罗克，算了，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听他们一句道歉又不会长块肉，我们倒是饿死了。真晦气！哎，走吧，走吧，咱们走吧。抱歉，刚才看见了，确实是我朋友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可以来找我，代他赔偿。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认会起。他们中间还是有好人的，居然会承认错误。 放放马后炮而已，哪里好了？明知道是他们自己责任，还假惺惺说放我们一马。还有他刚刚递名片那个样子，你不觉得很恶心吗？你说的对。不过西瓜，你刚才坚持要看监控，我还拦着你，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虽然受点气，但总归解决了就好嘛。 而且主要是那个监控，万一没拍下来，就更说不清楚了。那个衣服好几万，哪怕一半我也赔不起。明白。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不过刚才那个女生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没事，无关紧要的人，不用在意。 累到不想说话了？没有。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事情就是这样。你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吧，我就是在思考。阿如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了。你看啊，我是不怕赔钱的，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我就赔偿道歉，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我不能受冤枉气。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可对于阿如来讲，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坚持调查监控。你最后并没有坚持，不是吗？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其实，如果你一开始不摆出追究到底的架势，对方恃强凌弱惯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你顶住压力，针锋相对，紧要关头用懂得设身处地、见好就收，这件事情才能迅速解决。你处理得这么漂亮，应该感觉到骄傲啊！你是不是太会找角度夸人了？被你说的，我好像很厉害。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是。我真的就是这么厉害。那我们达成一致，我们小聂总方方面面都有个当个好老板的潜质。哎，你不要夸我，你一夸我，我就觉得你要给我安排工作，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战术。你是不是辅修过心理学？倒是的确修过。啊？你果然不清白，那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啊。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肯定不用来骗你公子。那用来骗我干嘛？你快吃啊，等一下都糊了。我有个问题。啊？那个赵公子是何方神圣？我哪知道？感觉很虚伪，这个人，名片我都没卡，懒得搭理他。做得好，这顿我请。本来不也是你请吗？哦。哦，对了，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你看，看这个，我撤了一些摆设，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感觉更清雅一点。你看这样，我看看，的确不错。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帅极。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多背几副春联？光字写得好可不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不用，背多费劲啊！我准备了小抄。
写得好啊！哎，这一看就是行书啊，这是有师承的。哎，大家多排林总的队啊，排林总的队。排谁的队伍都行，不过说好了，今天张总和我在这写一下午，晚上可不能再安排我们唱歌跳舞了啊！张总、林总，给我们抽个大奖啊！放心，至少抽一个人人有奖奖。人人有奖。张总，我们要大奖！我来写，继续。大家记得过来签到领号码牌啊，不然人人有奖奖都没有啊。这么多人，看来轮不到我们了。早知道就提前跟领导要一个。就是啊，明天放假直接回家肯定来不及。唉，不然贴在宿舍门口，该多避邪呀！你笑什么？难道你偷偷让林总给你写了？没有，我就是突然想到，如果让林总写一副春联贴在我们宿舍门口，应该写什么？写什么？立字为据，永不加班。这孩子上班上傻掉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最激动人心的1等奖的抽取，有请张总上台抽奖。奖品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护肤品套装，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精心呵护自己，容光焕发。获得1等奖的幸运儿是078-125-90199-235-202，请中奖员工上台合照。还有不少人没中奖啊，难道大家只能拿一个人人有奖奖了 ？No！ 大家别沮丧，今年我们公司还为各位同事准备了具有趣味性的神秘大奖。有请林总上台抽奖。第一个神秘大奖，带薪休假7天。139。谢谢林总。人人有奖。我们真的是可怜姐妹花，奖品是我们颁的，奖项是我们想的，结果呢，就中一个人人有奖，100块。好了，大过年的说点吉利的呗，不能说可怜。100块，请我侄子侄女吃肯德基都不够啊。你攒明年就够。玉环，你看，西光更不吉利。居然诅咒我们明年再抽中100块！哎，我没有，你不要乱理解。没中奖的3位女士，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不用了，李总，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你送西光回去吧。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
那我先走了，快走吧。雨华呀，怎么？我如此积德，明年林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还要回去收拾行李？不用啊，放假才几天，年初9就回来上班了嘛。英姐很不错。我们都不错，有问题的是你，抽奖抽不中我们，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踢脸开大。刚刚在台上抽奖时，我刻意不看你，就怕多看你一眼，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谁知道，哎，小宁，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我都这么有诚意了，你还中不了？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看来还是我的错。年后请大家大餐弥补。那要吃最贵的。这个挺贵。那边好热闹的样子。我们也去走走，消消食。好呀。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啊？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长街很像。听说过，但是还没去过。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我就带你去，从头吃到尾。你公然贿赂领导？是哦。我贿赂领导，少让我加班，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糟糕了，快说不过你了。因为我有理啊。哦。哦。那，你过年回上海？不，今年去北京。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我妈妈在瑞士定居，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叔叔？我妈妈现在的丈夫，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抱歉。没事，很多年了。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嗯。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初级到一直刹车的水平，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挺好的，听上去很谨慎。双板。你会滑雪吗？每次去瑞士，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把？以前是双板，这2年改单板了。双休？你吹牛的吧？这又不难，花点时间罢了。哦。
然发现，今年的年度计划还没完成。那怎么办？不怎么办？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读书急着跳级，上班一天恨不得当2天用。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那我上去了。好，明年见。明年见。看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多吃点。我跟你说，你给我加点那个菜。是我做的。你看看，哎，哎，谢谢。春节快乐！你也春节快乐。哎姐，差点忘了，春节快乐！春节快乐！红包？我没有啊，你问他们去啊。其实一切都很好，很幸福。新年新气象，还有新的年度计划。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是的，刚刚自学成才。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盛女士出马。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今年不给你这个机会。你俩聊什么呢？雨森的小秘密，关于爱情的。哦，好啊，雨菜。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你，很酷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呀，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哦，对了，大年初一我们就在北京城里逛逛，初二去崇礼滑雪怎么样？
毕竟之前每年过年我们都是在瑞士滑雪的，我送你的新年礼物也能用上。崇礼，崇礼人可能有点多，妈，洛叔，不如我们去长白山滑雪怎么样？你也太出风头了吧！我妈搞的。江瑞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这几天我来跟着你们，咱们先去停车场吧。好，好。不是，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好。开心吧？怕你们行李多，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回头咱们在度假区就用商务车了啊。你们上去吧，下面冷，上去吧，我们那就好。好，行，好。你一个人的东西都要赶上我们的总和。哪有？你别那么夸张嘛！我就是带了自己雪具过来，哪像你空着手过来了？那这边景区肯定有的卖嘛，而且还可以租啊，对吧，胡导？你们也叫我小胡就行。咱们这个度假区商业设施都很完善，什么都能买得到。啊，零食买不够专业。不过你滑起双板的姿势就像阳澄湖大闸蟹，好像也不怎么需要专业哈。江瑞，你找死了！你别跑！啊，江瑞，你们注意点儿，这边雪滑，如果滑雪呢就下不得了。他先说我像大闸蟹的，我还没说他差生文具多呢。我什么鬼啊？我差生？我这不高中3年没滑，以前我可是雪场王者，等我恢复一下，立刻叱咤高级道的好吧？哈，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说不定你年纪大了，肢体僵硬了。那也比你年轻。这昨天还亲亲热热的呢啊，这没过几个小时又斗上嘴了。感情好是这样的。哎，你跟江云小时候不斗嘴啊？他哪敢跟我斗嘴，直接被我镇压。这么说，这江瑞比起我来还是进步了哈。耶。刚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什么？我们的光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专心聊天，不谈公事。你到长白山了吗？你跟谁聊天他都开心。我们才吵完，休想看我手机。谁跟你吵架了？我靠窗位置都让给你了。那么多个靠窗位置，你过去。我不去。过去。我不去。哎呀，围巾帽子，打死了。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忘记告诉你。这次我回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你要这态度，我就不告诉你了。说的像我很想知道似的。确定你不想听？跟你有关的哦。哎，你别后悔啊，聂启光，晚知道一天少高兴一天呐。呵呵。到了，咱们就住这栋。
咱们这个酒店啊，分为常规酒店和别墅区2个部分。别墅区今年可紧俏了，早就订满了。咱们刚才搬入住的酒店呢，就是常规酒店，吃早餐还是得去那儿。那我们这早上还得走过去啊？当然是我来接送了，实在不行给你们带点特色也行。哦。哇，这地方待在屋里不出去，喝茶也不错呀。我刚来的路上还看见小鹿啊，真的。这个是我们的酒店特色，咱就不用跑出去看路了啊。来，哎，慢点啊。来，走。你给我拍着。哎，等一下，等一下。这能看得清是谁啊？啊，你别管，就是要这个效果。你看，好土。姐，你快点，好冷啊。遮光照片，请查收。居然自己暴露坐标，谢谢你。谢谢你是什么意思啊？奇奇怪怪的。哎呀，不行，这手机拍不到后面的景。哎呀，放不下都。哎，庄旭，那不是你家教学生的姐姐吗？要不让她帮我们拍下合照？应该不太方便。你是不是跟人家也不太熟？我去说吧，都是女生，好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哦，好。来，谢谢。来。不好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再来一个。没事。姐，你收了，我来吧。你的手机。谢谢。来看一下，选好了，我马上要发了。钟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也拍几张照片吧。姐，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我让庄哥帮我们拍几张照。来。拍照呢，高兴点，先让大一点。
钟哥，好了吗？夜华战果如何？这边没问题的话，我先走了。钟哥，等一下。却总差一步到达。你假装笑容无恙。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什么？前几天张阿姨告诉我，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哎，钟老师，邓大宇你怎么过来了？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江瑞和齐光出国留学去了呀，他们没跟你说吗？已经过去了。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还有必要吗？明白了。钟老师，再见。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问了几句庄飞的事，没什么。天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走吧。走。你为什么叫庄旭给我们拍照啊？我也没多想，就觉得我们的手不能白动，是吧？也得让他动一下。当时我恨不得旁边有个大帅哥呢，叫庄老师给我们拍一下。你怎么连窗户都开了？其实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错，但是不能一会儿表现的喜欢，一会儿又表现的不喜欢，这不是玩弄人心吗？所以以前表现出来的喜欢，只是一厢情愿的误会而已，是吧？连我都又误会了一次，不怪你的。哟。啊，口苦，那赶紧吃，吃完我还想去吃烤串呢。可恶，居然不回我。
好像是这座。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Oh,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不出来吗？我从江南追到了长白山。那辛苦了。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姐，这谁啊？你弟弟。对。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4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什么？你这么有效率？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人这是小雪人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不用不用，谢谢谢谢。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等一下，不对，我只是骗江瑞玩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那个面试不合格，也不是。那是件事。9点。好，那晚安，明天见。他真的是教练？我总觉得好像不对。哪里不对？教练长那么帅呢？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听着也没有东北口音啊，不像本地人。那
也许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谋职呢。哎，你这个小雪人怎么跟你昨天的照片这么像？对，不都是这种打扮吗？这雪峰顶上有个餐厅，蛮不错的。嗯，我们累了可以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看风景。好主意。回来了啊？一入住就迫不及待的出去了，去干嘛了？找了个临时兼职。什么兼职啊？说来听听。教练，教人滑雪。这边时薪多少啊？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忘记谈薪水了。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这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没有，所以明天只是以滑雪教练的身份出现。我早知道你来长白山有目的，只是不想揭穿你，没想到这么没出息。女孩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了吧？算了，还是等我有出息吧。不给，雪场就这么点大，要是不小心遇见了，到时候我是什么反应，可就不好说了。根据我学生的水平，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在中级道附近展开，跟你们高级道选手遇不上。好了，着什么急呢？早晚都能看得见。谁说不是呢？聂奇光，你快点！小胡和你请的教练都在楼下等我们了。哦，来了。来了。哇，好美呀！给我拿着吧。好，慢点。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吃了吃了。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3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早上好。这样我们1对2也更安全一点。我们找的？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的。不是啊，没问我呀。我网上找的，那个微博上。啊，对，微博。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对，我们赶紧走吧。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一下。谢谢啊。多少阿姨，我来吧。谢谢谢谢。慢点去吗？西光，哪儿找个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就微博上啊。我知道。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发了侧面。他微博发我看看。舅妈，舅舅在等。我就是问问西光，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哇，姐，你也太奸商了！
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哎呀，这肩上头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怎么称呼你啊？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小林，好。先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学一学吧。那个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滑，入门就由我来教吧。好，小念有基础，就让林教练来吧。没问题。小林，你不教我们呢？也可以换换。不行。这毕竟是网上找的，我怕他教学经验不足。没事吧？对，我们就让小胡教我们就行了。啊，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咱们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习如何穿这个雪板。大家看到这个雪板上面有这么一个卡扣。你怎么回事啊？什么叫换换也行？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长辈关系不是很正常？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1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有急事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雪海？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当然不是。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我舍不得走。小宁，我们也开始吧。你先滑一遍，我看看有没有问题。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你今天早上起来小腿是不是有点酸？你怎么知道？你的姿势要调整一下，你在用小腿发力，而且重心有点后倾。你说对，我好像是这样。我有点怕摔，所以重心反而不对了。这姿势摆的跟这部喜马拉雅山似的。哎，你们看来都不需要我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自己滑去了。你快走吧，拜拜。有了帅哥就忘了弟弟。我也很帅，真是。你小心点啊。走吧。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说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偷想你一整天，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每次说晚安之前，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我感觉我找到感觉了，有点像御剑飞行。那我们上初级道试试。要不还是再练2圈吧。
我不想当鱼雷。虽然以前滑过初级道，但是我早就忘了。而且我记得每次下缆车的时候，我都要摔跤的。这边的初级道我没滑过，我先去试试坡度和雪况。你自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好，注意安全。今天最后给你们当一天保姆，明天就不管你们了。爷，我们离不开你。张旭，你学长姐姐好像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拍照那个妹子。她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你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张旭？是。不是说不当鱼雷？我没有撞坏你吧？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奇怪的虚荣心。怎么样啊？这边的初级道陡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怎么不像了？不用装饰啊，情侣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我也不清楚。刚刚接住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住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初级道练习。走。我去中级道。重心前倾，正常向前滑行，别怕，我会在旁边看着你。你看，我就说我下来会摔吧。多练几次就不会了。
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出发。Inside my mind, lost in how you shine. You left your light with mine. I can'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 Don't leave it up to me, oh it ain't hard to see that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ow. Baby, I don't wanna forget. You are breaking down my walls, and I'm about to risk it up for you and see that 你别拍，别拍！江润说我滑得像阳澄湖大闸蟹，你笑什么呀？很正常，毕竟都是江苏的。看到了吧？我们在中级道上滑了半天，你看到雨森了吗？没看到。哎呀，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喂，姐。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哦，姐这么霸气的。多吃点肉，少管闲事。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谁问你？不去了，找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行，就这么安排啊。嘉瑞，明天你跟你姐呢滑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林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行。哎，对了，小林，你早上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对。哦，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上海的。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西瓜也在苏州啊？这么巧？哦。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舅妈，石块肉，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哦，你尝尝，你尝尝吧。我尝。好，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调查户口呢。哇！铁锅炖大鹅可以吃了，请慢用。可以了哈。谢谢啊。好。哎伟，滑真不错，你去滑吧。啊！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真是。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拍张照片。这儿，咱们也留个纪念啊！快去，摆个造型啊！这儿行吗？来，可以，1、2、3，换一个姿势。老陆，啊，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哎，你慢点。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这还真是没这么糯啊！来，多吃。好吃。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难不成
你是接了别的活？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街道找了你半天。小莲，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哦，没事。原来如此啊！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你好。啊，你们好。同事。姐，你骗我哈！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没事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盛小姐，你是江云。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说什么啊？就是我上司，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你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西光，我要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好啊，我都……你怎么这样啊？你之前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这会又变。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啊太复杂了。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先民的外孙吗？不是这么简单。西光，你对他家的事儿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见过，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商界酒会上，那会儿我跟西光爸爸还在创业，找了关系才混进去的，被人介绍着认识了盛小姐和林总，可惜后来交往不多，没过几年就听说林总出事了。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西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盛维爱。看名字啊，就知道她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去的。
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成远，是叫这个名字吧？是。聂成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成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成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江阿姨和聂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极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好。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他，过年后会问一声，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是的，今年好像要大办一场。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当然。那时候，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他跟我隔着得有20-30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生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只是权宜之计，堵一下别人的嘴，1年之后就让他回来。可这一去，就是3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我怪他们，但是我更怪我自己。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深渊。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可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妈，你不该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起码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所以那会儿，我想逃避一切，想要带你走，最后还是把你留给了你爷爷奶奶。我也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没有，你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打得我都烦了。每年寒假、暑假来瑞士，是不是也嫌烦呀？不，那是我小时候好好学习的动力。妈妈但愿你永远不要知道那些事情。所以你小时候也没有限制跟你外公来往。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又错了？后来你还是知道了，你的内心一定很煎熬。爷爷奶奶也从来没说过，直到去世的时候，你们只是想让我不带着仇怨长大，有个完整的童年。谢谢你，儿子。